中国无人机一夜走红，中东国家纷纷携重金上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逐渐成为中国军用无人机的最忠实用户？近日，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览会如期举办，其是中东地区最大规模的军事装备展览会。自1993年首届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举办以来，历年来全球防务装备的最尖端技术大多会在此展会首次亮相，并且加之有汇集全球顶尖防务集团和防务专家的防务研讨会，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也被誉为全世界军工制造业最重要的盛会。而中国作为国际军火市场的新玩家，也来到了此次展览会上，并且带来了中国自主研发的众多外销型号武器。根据媒体报道，中国外销型武器一经展示，便受到了很多中东国家的高度关注，并且纷纷要求与中国签订军购订单，可见中国武器大受赞赏。而其中最受欢迎的3款武器分别是彩虹5无人机、L-15高级教练机和红箭12反坦克导弹。其中 L-15高级教练机的全称是 L-15猎鹰高级教练机，这是一种融合了多项最新航空技术的新一代超音速喷气式双发双座教练机。值得一提的是，这款猎鹰高级教练机的气动布局具有第3代战斗机的典型气动布局，采用大面积的机翼前缘边条，充分利用涡声增益，提高敏捷性和大迎角机动能力，可以算得上博采众家之长，体现了中国航空工业对于新技术、新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也证明了中外航空器气动技术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据了解，未来10至20年，全球高教机、轻型攻击机需求量非常大。而 L-15虽然与俄罗斯的米格 AT、欧洲的 MAKO 还有些差距，但 L-15具有很高的消费比，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同时，价格也非常具有竞争优势，发展前景非常好。而红箭12反坦克导弹是中国第3代反坦克导弹，也被称为中国版的标枪，采用了先进的热成像平面阵制导头，具备发射前锁定和发射后不管的能力，能以攻顶模式摧毁目前国际上任何现役的坦克，并且红箭12使用门槛低、上手快，不仅成为主战坦克的梦魇，还能有效保护射手的生命。最后是彩虹5无人机，也是我们今天主要谈论的武器。军事无人机在现代战场上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想必大家肯定都有所了解。可以预言的是，在21世纪的战场上，人们将面临日益增多的无人机，军用无人机将会重塑21世纪的作战模式。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加之在武器装备的广泛应用，无人机的研制也随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在近年来几场局部战争中频频亮相，在战场使用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受到各国军界人士的高度赞誉。而美国作为军事强国，在研发制造无人机领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也正在将无人机的使用价值从侦察、监视扩展到军事袭击。军用无人机对整个战争的局势影响越来越大，但近几年中国无人机领域也处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当下中国无人机的实力和美国无人机相比，虽然不能说超越，但也算得上是旗鼓相当的对手了。而之所以中国无人机能够在中东国家受到高度的赞誉，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世界各国对无人机极其重视，但要自主研发制造一架先进的军用无人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许多国家并不具备研发制造高端军用无人机的实力，因为一架无人机的制造并不是单纯的单个领域，除了飞机本体以外，还必须依靠卫星定位系统来进行遥控指挥，这就得需要一个国家具备完整体系的军工能力。但按理说，像沙特这样的中东国家与美国的关系非常好，为什么不向美国进口高端先进的军用无人机呢？我们都知道，中东国家都非常富有，所以钱肯定不是问题。但即使出再高的价钱，美国也不一定会将无人机出口中东，因为美国自视甚高的高端无人机技术，加之无人机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自然要对无人机领域的相关技术做到技术封锁，这样才能进一步稳固自身世界霸主的地位。为了达到技术封锁，美国在出售无人机时会附加很多极其苛刻的条款，
基本上只会出售给少数的西方盟友国家，对中东地区的出售绝无可能，哪怕是亲美的沙特阿拉伯。但这并不代表中东国家购买中国无人机是勉为其难的二手选择，其关键还是中国军用无人机的高端先进性能。中国在军用无人机领域最开始也是十分落后的，甚至连落后的谈不上，基本上是没有无人机领域的经验。但经过了多年以来中国相关科研人员的不断研究之下，中国军用无人机领域凭借着后发优势和中国军工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后来居上，一举进入了世界军用无人机领域先进水平行列。像中国军用无人机中的翼龙与彩虹系列，不仅成为了中国军用无人机领域的中坚力量，也在海外发挥着其卓越的作用，在中东以及阿拉伯地区非常受欢迎。这些地方的国家进口了大量的中国军用无人机，在提高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无形之中为中国创造了大量的外汇，可谓是一举两得。根据相关部门预测，到2024年，中国军用无人机的产销量有望达到全球无人机市场1/4左右的份额。中国无人机规模预计将达到170亿元人民币。未来10年，预计中国军用无人机的产值合计或将超过100亿元人民币。这些伟大的成就来之不易，是中国无人机领域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最好嘉奖。并且，中国军用无人机能够获得国际的认可，与其在实际作战应用的参考离不开。中国翼龙系列无人机已经经历了多次的实战考验，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局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发生于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交战双方卡扎菲政府和反卡扎菲联盟都使用了无人机参与作战。其中，反卡扎菲联盟，也就是利比亚国民军，其就在战争中使用了阿联酋提供的由中国生产的翼龙2无人机，而卡扎菲政府使用的是土耳其无人机。其结果就是翼龙2无人机以进入碾压的态势取得了空中优势，而空中优势直接延伸到整个战场，导致土耳其提供的防空导弹和自行高炮等技术直接无效，地面战中也很快地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是中国翼龙系列无人机在实际战场上的首次表现，但正是这首次表现，让中东地区的国家看到了中国无人机的强悍实力，赢得了很高的口碑。中国无人机也就此打开了中东市场的大门。既然中国的军用无人机性能优秀，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并且进口没有太多的条例限制，价格又比美国无人机要低不少，这么物美价廉的武器，怎么会有不买的道理呢？而中国军用无人机在国际市场上的大受欢迎，也造成了美国无人机技术封锁目的失败，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